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记得在之前官方公告有说过，之后会开新的地图，这个新的地图叫强攻劲弩。在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地图是完全不需要准备任何远程的装备，军器统帅就可以使用远程，也是官方为了要大力推广远程而做出来的地图。不过其实我看到官方的影片介绍下面有不少的玩家评论说很无聊我不确定他们是真的觉得这个地图很无聊还是怎样啦，还是对万国觉醒有偏见。我本人看到公告的时候其实还蛮有兴趣的，我想要去玩这个新的版本。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地图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首先有比较多玩家反感的就是这个地图完全没有变化，这个地图就跟我们之前所玩的英雄战歌11世纪的地图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只是设计新的机制，但是没有设计新的地图，而让玩家觉得他们没有新意，没有花心思在这个剧本上面。那既然这个地图跟之前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我就不介绍这个地图了。虽然地图是一样的，但是跟英雄战歌还有11世纪比较起来的话，这个地图是没有驻地技能了。虽然没有驻地技能，但是这个地图有别的技能啊，这个之后再讲，我们先讲驻地的东西。当你们完成驻地任务之后，可以拿到相应的蜥蜴币，这个蜥蜴币你们可以理解为像奥尔良之围的助阵技能。如果你们要改技能的话，就需要用到助阵技能的硬币。同样的，在这个地图上，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些技能的改动，或者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形态的话，也是需要用到蜥蜴币。不过蜥蜴币也不是说一定要完成驻地任务才可以拿到，你们也可以通过时间慢慢累积，每个小时就会自动累积，所以有不同的获取方法，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最多只能累积到1万而已。每一个小时可以获得80个硬币。当你们要使用这个硬币的时候，要如何操作？首先你们必须要选择其中一位统帅，然后要选择哪一个形态。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跟大家介绍过，有分成游击跟炮台。首先是游击部队，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攻击方式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远程统帅是差不多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不需要转换形态。你们可以理解为像万龙觉醒的远程统帅，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变成箭塔就可以直接远程射击敌人，但是必须要在指定范围。你们可以看这个小图片，它是站在中间，然后旁边的队伍都可以射到。虽然游击部队不需要转换成箭塔就可以直接远程攻击，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自身受到的伤害会提升 10%。 如果自身部队一定距离内没有敌方部队的话，造成的伤害会提升 20%。 但是这个官方影片介绍有点搞笑啊，它的第1点跟第4点是完全挡着，我完全看不到另外一个就是炮台部队，这个炮台部队必须要变成远程形态的时候才可以发动攻击，炮台的攻击范围会比较广比较大，虽然射程可以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角度有限，它的角度比伞形范围还要更小。虽然被限制了没有办法移动，而且你射程的范围也是有限，但是它可以提升 5% 的伤害。当你们选择好之后，你选择的任何一个兵种都会默认转换成强弩车，是完全不需要自己准备工程车的，不管你是用步兵、骑兵、工兵也好，都会自动转换。但是你必须要转换炮台或者是游击部队之后才可以自动转换。像是这里阿提拉斯已经选择了游击部队，所以他的部队也是会默认转换。但是强弩车不会被任何的兵种克制，它也不能克制任何一个兵种。除了转换自己部队之外，你的统帅所有的争议，不管是博物馆也好，皮肤也好，统帅的技能、统帅的天赋，全部都会自动转换成强弩车单位。就算是工程统帅里面的工程车争议，也会自动转换成强弩车。像是阿提拉原本的争议全部都是骑兵争议，但是当你们转换之后再看报告，全部都会变成强弩车单位。那根据正常的情况下，当我们使用远程统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释放主动技能的，然后觉醒技能可能也是跟主动技能有关联，所以一般觉醒技能有些是不会发动的。所以这个地图就有增加一个新的机制，当你们选择了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之后，就可以获得新的觉醒或者是主动技能。但是看官方的影片介绍没有写得特别详细，这些技能有什么功用，我们只能从技能的名字去猜测而已。像这个是压制射击，单体输出的技能怒气需求1000点，还有像这个类似是可以破盾，也是单体攻击，怒气需求1000点。但是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单体而已，还有包括 AOE 的。这一觉醒技能它这里也只是写被动技能而已，然后完全没有其他的描述所以这个我很难介绍。但是第二个技能的图画其实有点像战鼓，然后下面第一个技能又好像增加跑速的技能，都有好几个技能看起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我不确定他们的功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玩的一些副本
本活动是一样的，所以我这边就不乱介绍了。但是你们从画面上也是可以看到，如果你们要转换技能也是需要用到硬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的时候，都需要用到1次硬币了。然后你们选择技能的时候也是需要用到硬币，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在战斗之前就要配置好你们自己的部队了，而不是在战斗的前一刻才配置，有可能你们的硬币不够用，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来分享游击部队还有炮台部队有什么差别。那你们可以看到游击部队你不需要转换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发动攻击。但是你们有发现到中间还有一个黄色的圆圈吗？在官方的规则里面有说到，如果有一些敌人进入了这个黄色的圈子内，自身受到的伤害将会提升 2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看到敌人冲过来要靠近你的时候，最好快点跑掉，免得到时候血本无归，你远程赚到的全部都亏回去了。不过比较起工程统帅还是有好处啦，如果你们是用工程统帅的话，需要安装箭塔，在安装跟拆掉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另外一个炮台部队就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你们可以在更远的范围进行攻击，缺点就是攻击范围有限，但是我讲真的，一般你跟敌人对战的时候，敌人都是在你的后面，并且虽然说是闪行范围，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范围有多广，它都可以瞄准到3个敌人了，而且也不是固定一个方向而已，你们也可以旋转。但是最大的问题来了，安装炮台需要用到25秒，所以用炮台也不是完全好处的，它建需要25秒，然后拆需要用到8秒。不过老实说，我个人觉得炮台它的攻击范围这么远，就算你是站在山的后面也是一样可以射到敌人，等于说虽然要花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因为它的射程范围比较远的关系，所以相信你们放置炮台的位置应该是比较远，不会那么靠近敌人，甚至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或者是在山或者是河后面，所以坦白说半秒的逃跑时间是已经足够了，但是放置的时间需要用到25秒，我个人觉得25秒其实有点太久了，可以再缩短一点吗？除此之外，这个地图还是一样有保留联盟箭塔，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蛮讨厌这个箭塔的。而且官方也不是说在这张地图是完全没有改变照搬旧的地图进来的，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增加了许多的河流，像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在黄庭，那原本的黄庭是没有这么多河的，在这个地图上增加了一大堆的河，就是希望玩家可以利用这些河流来进行远程攻击，而不是像以往的地图全部都要近战攻击，太过无聊了。这个是整个黄庭的画面，你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们是要在中间战斗的话，必须是要用远程进行攻击会比较方便。而且除了黄庭之外，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河流或者是山脉，像现在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右手边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河，在第6区又有山又有河，但是因为这个地图是来自英雄战歌的地图，所以基本上不会在这个地方战斗，通常会战斗的方向就是关卡器、温泉、关卡4还有黄庭。那本来关卡4就已经有很多的河流跟山脉了，温泉本身用远程其实也比较方便，再加上他们这一次对黄庭的地图做一些改动，增加了更多的河流，所以这个地图确实是比较适合远程玩家使用。那么以上就是新地图强攻劲弩的介绍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